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者黄甜甜。在开始之前虽然灯光有点暗，我想了解一下在座的有多少是穿过汉服或者尝试过汉服单品马面裙的，请举一下手，我看看。哦，好的，非常感谢，还是有一定的基数的。可以见得国潮风和汉服在我们青年群体中还是非常有受众和市场的。所谓人生苦短，穿衣不选基本款。宽衣薄带，衣却飘飘，曾经只在历史书和影视剧当中出现的服装，如今在街头巷尾也可以看到。今年的春晚节目年景当中，汉服也是第一次走上了春晚的舞台。大家请看。随着国潮风越来越流行，我们都有不少的汉服爱好者开始向身边种草安利。我们穿着汉服聚会，甚至自己动手 DIY 汉服、舞背、甲胄等等。那么汉服复兴20年来，除了一腔热忱，当我们穿汉服时，我们究竟在穿什么呢？首先带大家一起吃个瓜。随着国潮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明星和穿搭博主也开始尝试汉服的穿搭，其中以马面裙因为一波又一波的热议，所以出圈最广。那么什么是马面裙呢？给大家科普一下，马面裙是一种裙身略宽，裙子两边打褶，裙门是光面的这样一件女士裙装。马面裙兴起并流行于明朝，直至清朝都是汉人着装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制。那么马面裙为什么要叫马面裙，不叫牛头裙呢？它是不是因为正面跟马的脸很像恭喜大家，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马面裙根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可以看到，我们古代的城墙有一种突出的类似于瞭望台的这样一个防御性的结构，叫台城。它的这个竖着的墙就叫马面墙。而马面裙的裙身结构呢，跟马面墙非常的相似，所以因此得名叫马面裙。一些汉服爱好者认为，马面裙和汉服中其他的形制一样，其穿搭必须要遵守它的文化内涵和穿着规范。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些人不按照传统的穿搭来进行马面裙的搭配的时候，我们就会忍不住上前科普说教。就比如马面裙是女装这一件事情，虽然在明末的时候有一些南风馆里面的男妈妈们，他们会穿马面裙，历史上叫扶腰，但是它无法改变马面裙是女装的事实。所以现在一些男士错误地把它当成了时尚单品进行穿搭。又比如马面裙，因为它是两片式的结构所以如果你错把裙门穿在了腰的两侧，那么一阵风吹过来肯定是走光，一览无余了。这里不是在阻止大家的穿衣自由因为每个人对于汉服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程度不同，而且大家的审美也是有差异的，所以汉服的着装和传统一直以来都是争议和讨论的对象。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的去探究历史文物资料，进一步的去感受汉服之美。当我们穿汉服时，我们并不是要做汉服警察、好为人师，而是表达了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热爱。当然了，当我穿汉服去纠正别人的时候，也受到了来自身边不少人的评判和目光。大家请看，这张图像什么？左边那张图像什么？当我穿唐制的齐胸衫裙或者柯子裙的时候，就会有人说：“哎呦，杨玉环来了。”或者当我穿明制织金袄裙的时候，就会有人说：“哎呀，这个娘娘要登基了。”同样的评论还有如下：丫鬟、道姑、花木兰，还有女菩萨。还有我的先生他因为爱好甲胄和飞鱼贴里，所以经常走在路上被迎面走来的路人经常叫君爷或者长公。不可否认，汉服在外观上面跟 cosplay 确实有一点相似之处，但是它的文化和内涵是不同的。
我们不需要通过穿着角色特定的衣服来扮演某个角色，来表达自己的创意，而是通过穿着不同款式的汉服，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形制，来对应不同的场合。汉服不仅仅是汉代的服装，也不仅仅只有马面裙。我们可以看到，汉服有不同的日常穿搭，比如1年2次的大明衣柜，直多和短衫都是明朝男子非常日常的服装。如果在炎炎夏日古人也不需要像我们印象中包的那么牢，可以有以下被子和褂子的穿搭，也可以像老头穿背心一样穿抱负这样子既凉爽，然后又不怕走光，所以古人的穿搭还是非常多的。又比如说，来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就会有类似于针织背心这样的比甲的穿搭。或者说，再冷一点你对应现在的非常流行的摇粒绒外套或者风衣，我们就有披风和氅衣这样的穿搭。注意一下，这里的披风它是有袖子，并且合领对襟的，跟西式的斗篷披风不是一件东西。再比如我们不可缺少的约会的 OOTD 长衫和交领道袍，还有圆领袍。这里的道袍并不是道士的袍服，而是男士的商务休闲装。对应到现在呢，就有点像什么？像情侣装，或者像一整套西装，商务休闲西装，再或者是类似于小礼服这样的约会穿搭。看了那么多穿搭必不可少的是什么？是我们结婚时的凤冠霞帔。大家可以看到顶在头上的是凤冠，2条装饰性的垂在肩上的带子叫霞帔，也是与新中式的流苏冠和斗篷全然不是一样东西。在我穿汉服时，我经常收到这样的评论，说你身上穿的是龙你压不住吧？你身上穿的是凤吧？你压不住哎呀，你怎么穿紫色的马面那是寿衣。你怎么穿双束扣子的衣服4六不上身，那是寿衣。哎呦，你身上有飞鹤补服你这个飞鹤纹样是寿衣。穿汉服真是随时随地发现新寿衣。其实不论古代的留存的文物也好，还是画像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紫色的马面和双束扣的衣服比比皆是。更不论飞鹤补服作为一品文官的补服，至今在孔府博物馆展出。当我们穿汉服时，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古人的审美情趣和精湛技艺。我们的先辈奋斗那么多代，到现在就是为了让我们穿上自己想穿的衣服。通过大胆的穿着、严谨的科普，来破解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文化标签，打破刻板印象，向世界输出独特的中式美学。当我身边的青年朋友纷纷要求我安利、种草、辟谣、科普，从马面裙开始尝试汉服的时候，我了解到，原来大家不是不爱汉服，而是不了解。那作为一名萌新，我可以做些什么呢？在这里我给大家准备了以1年为时间线，1名汉服同袍可以参加的活动。大家请看，从农历2月2到3月3之间，随着祖国神州大地各地陆续回暖，来到了百花的生日花朝节。这个古老的节日源自于春秋战国时期，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花朝节上，汉服同袍们自发地穿上各式精美的服装，簪花、巡游、祭祀花神，延续这个古老的节日，表达对春日的欣欣向荣的美好祝愿。清明怀古，在清明假期期间，在北京的明13陵上举办的明文化节，你可以穿上汉服，身临其境地在历史的原址神道上复原出井入壁图，复原中国女性专属的祭祀礼仪先蚕礼，复原明朝帝陵的长陵祭祀祈福和大赦礼等活动，在历史的原址上古今共鸣，沉浸式的感受文化的底蕴和汉服之美。到了5一小长假期间呢，在杭州丝绸博物馆举办的国丝汉服节，你可以看到复原款的汉服展示，
这可是复原款汉服爱好者们的盛宴。除了复原爱好展示以外，还可以看到知名专家学者的讲座，还可以看到国司汉服节上面一些古典礼仪的展示等等，还有近距离的文物观赏和专家讲解的活动。你还可以和同好们打卡手工艺集市，一起感受身边活起来的非遗技艺。每年的10月最后一周啊，由方文山发起的西塘汉服文化周是汉服爱好者们年度的盛会。在古镇中，你可以身穿汉服参加巡游，参加古典礼仪展示，还可以参加水上集体婚礼，以及新人们可以报名水上汉服集体婚礼和观看汉服的新品发布会走秀活动。这是我们每年吸引超过同袍超10万的这么一个汉服盛会。除此之外，不限场地，汉服同袍们会根据时令、节气、节假日等举办专题的汉服活动，比如汉服专题演讲、中西的对撞、妆造摄影活动、祭祀活动、汉服科普等等活动。我们同袍们从线上和媒体平台上面了解到汉服，在一次次的线下活动中互相交流、选品，互相了解手工艺技巧等等。随着汉服活动越来越深耕往文化方向迭代，汉服同袍们获得了更广阔的推广汉服文化的渠道。这种将汉服融入日常审美和现代生活的这么一个推广方式，让小众圈子不断破圈，让汉服文化得到更长足的发展。当我们穿汉服时，从最开始的向往美观，到了解其文化内涵，再到承担起传播传统文化的责任，其实这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件衣服了。它不仅是一件交领右衽、缝线中正、包衣博带的服装，一个社交 dress code， 更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飞扬和表达。当我的一个同袍，他深有感触地跟我说：“哎呀，我发现穿汉服让我找到了我自己。穿汉服从一件衣服、一次聚会开始。”同袍青年群体们在一次次的传承活动和探索中，完成了理想自我的身份表达与作为华夏儿女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近代以来啊，在我们迎头赶上西方世界的步伐中，我们不断地收到西方文化的输入。长久以来，时尚行业和文化产业，它的潜规则和时尚导向皆源于欧美。但是，向来如此便是对的吗？青年们，现在到了我们站起来，向世界自信地传播中华文化的时候了。让我们从最简单的传统礼仪拱手礼开始。大家请跟我一起来，双手交叠于胸前，四指并拢伸直，拇指微微屈成拱形，左上右下的交叠，略略向前伸出双手为弧形。注意啊，男士行礼时左手在外，右手在内；女士行礼时右手在外，左手在内。上半身略向前倾，轻轻晃动，即为一礼。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谢谢大家。